虽然这两个地方比较没有历史可以讲啊，但是这两个地方呢还是非常值得一游的。一个就是云顶高原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法国村喽哦。法国村就以法国的一个小村庄为聚落而打造出来的，完全仿法式建筑所新建盖起来的一个小镇哦。那云顶高原更不用讲啊，真正能够聊的八卦啊，就是云顶高原的一堆鬼故事啊。那这个就不适合讲啊。那法国村呢，当然呢就是把整个法国的村庄搬来这个地方，所以来马来西亚这两个地方虽然没有历史，但却很值得一来，非常棒的。尤其是它的这个法国村，人家新建也是有新建的道理哦。然后你去这个法国村的时候呢，去往去，那么不讲去哈，要加在扛棒有无？你注意看，你进得到法国村，它还是有一点原汁原味的在给你看啊。你不会说一进来的时候看到很多中国式的啦、华人的字啦，有的没有的啦，马来文那一堆没有。他既然搞了一个当地的风格，他就尽可能的比照当地的风格丢在这儿，那你才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嘛，对不对？这里是马来西亚的法国村。进入到这里啊，梦幻的城堡，像童话一般的法国村，在这儿城堡温泉兼养生度假，来到这个所在，马来西亚就是安尼哈，嘿嘿，你甲看卖哈，咱对头前看到即马以来哈，很多种你来马来西亚跟新加坡这两个国家，你看到的是什么？印度有没有？斯里兰卡风格。马来文化、娘惹、华人啊，福建商会，还有呢，荷兰的殖民、英国的殖民、葡萄牙的殖民，又搞了一个法国村，哎呦，你就知道了，人家的国家 international 国际化，所以你看，从我们刚刚一路看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发现？真的道道地地复刻了法国村啊，这个地方呢也是法国村非常非常漂亮的啊，以一个童话般的法国的部落叫做科马小镇，归爷安娜要搬过来家，搬到这边来，重新的打造起科马小镇。我觉得他搞得比科马小镇还要大啊。科马小镇还有很多的地方啊，楼还没那么高呢啊，看起来没那么新哦，所以很厉害吧啊？那你看呢，依然是这么福气啊，所以我就说，在看这一个科马法国村在马来西亚的整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重点啊？这个重点就是呢，它没有太多的扛棒，写上有的没的，不然移到这边来，你可想看嘛？如果他为了迎合每一个观光客你知道有时候呢过多就会变成什么杂乱了，杂吧？什么意思啊？你来讲外口无注意来烟尘大灯对不对？卖一寡有的无的在门口口计程车才停到这个法国村的门口口，去要内底有讲国语的，有讲台语的，有讲英文的，有讲马来话的，有讲日语的，有讲什么话，所有的话，哇！然后扛棒各式各样都有，你说这个法国村是不是就 low 掉了啊？就怎么样，整个水准就被降低了嘛。所以你注意看看啊，我们常常去看世界各国很多美丽的景色，它只有一种，就是单纯，没有太多的复杂的这种扛棒文字加注，就是很单纯，很单纯啊。所以呢，无论我们去到日本，我们去到欧洲，甚至我们来到马来，你都会发现，它每个区块。它塑造给你的就是这个地方的特色，它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它坑你这个时候在这样一放就丑掉了你也不会想来，就很杂乱了，对不对？所以呢，梦幻童话的法国村在马来西亚
你也看到喽。那马来西亚这几年来的经济发展呢，也是什么有目共睹啊。但是呢，马来西亚也是一样哦，进入到了现代必须改变的时候。2018年5月份，马来西亚迎来第一个让全世界震撼的总统马哈蒂，全世界最老的首相，不是领袖首相。所以以前你来到马来西亚，你还可以去看看当时这个对马来西亚贡献很大的马哈蒂，他的旧家，他的住宅伊森马，那他变成了全世界最年长的首相。政治的地震呢，踢下了丑闻缠身的前任首相纳吉啊，终结了国民阵线长期以来的政治啊，这个惊人的政治大冷门啊，跌破了许多专家的眼镜啊。现在来到了巴比伦购物广场，但是呢，我觉得马来西亚有特色的地方，我来讲给你们听。如果进到比较城市的地方呢，那我来告诉你们，马来西亚不管是近代或者是它的历史都可以。作为一个所谓的东南亚多民族融合的一个国家，它也产生了很多的弊病呢。因为呢，政权的不明朗啊，政治的不明朗，没有透明化啊，所以呢，马来西亚一直呢出现了一种轻微的对抗啊，马来人跟华人之间这一种一直以来的角力战呢，那也一直产生所谓的马来西亚的贪污，所以实际上到后来，马来西亚的人民实在太唾弃前首相的贪污啊，我相信这个新闻也报得很大啊，所以呢，到后来竟然是什么？还是老的好，92岁的马哈蒂就当选，回国当选了哦。为什么？讲很简单，没有比较怎么知道他的好，对不对？
不成首相署，再来粉红清真寺，这整个地方太子城未来城市、卫星城市。粉红清真寺仿照了摩洛哥在卡萨布兰卡的清真寺，整座依照它而打造起来。这也是在南亚当中最具特色的水上清真寺，而重点在于这整个区块新兴区竟然一个新兴未来城市变成了观光胜地。谁说国家做未来的事不会变成有观光呢？马来西亚政府跟着几个有前瞻性的科技公司、地产公司呢，用所谓的合作的联营方式呢，来到这个地方，打造出很多的未来的这种办公室啦、政府的首相啦，而政府呢率先迁移了他办公的地方来到这边，也在这附近盖起了这个粉红清真寺，对于政治跟宗教同时画上等号，一起搬来这个地方。马来西亚未来城市其实不是最近才盖起来，已经大概有10几年的时间了啊。所以呢，他们一直期望的打造一个未来的城市，将来这个城市呢可以展现怎么样的方式啊？但是你不要到底旧的所在起起来嘛，一定要来到新的所在来起起来啊。所以呢，旧的所在厝拢古型的拢底下，它只能做什么保留古蒙古啊。但是呢，它把它整修完毕以后呢，还是把它留下来，因为将来这些旧建筑呢会变成历史，是观光客要来的，就像马六甲一样。而他们新城市呢，就找一个新生地就在这边盖起来，作为未来城市的发展。而粉红清真寺也就位于其中。马来西亚新行政中心布城，模仿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哈萨清真寺建造的，面积有5.5公尺，马来西亚最大的清真寺，东南亚最大的水上清真寺，主体建筑3/4都是建在水上的。那马来西亚谈到了过去，谈到了现在，谈到了未来，马来西亚独立脱离了英国60周年之外，马来西亚的经济表现在2018年的时候进入了金融海啸以来最好的成绩，包括了大选，包括了这个政治的改革。马来西亚整体的经济呢，达到了目前是最高峰的很多的国际货币基金都在预测，马来西亚将在几年之后成为新加坡与文莱之后东南亚第3高的收入经济体。在东协10国当中，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泰国、印尼等5国属于经济的前段班。这个国家我们再了解一下，它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盛产的石油、天然气、橡胶、棕榈油。你看看国家有天然资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经济还是它最主要的支柱。没有经济，没有什么。全世界现在谁还在跟你武力斗争呢？那是比较笨的人那个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才会现在还用武力斗争武力战争现在都已经叫做经济战争了。谁口袋有钱，谁经济最好。这社会就是这么不公平，富人、穷人永远都是两个世界，对吧？国家的经济强与弱也在两个世界。有时候我们常讲经济跟富人之间的还有这个国家之间的看法。有的商人眼光独到，很会做生意，懂得怎么发展他的未来，对不对然后呢，手腕很高明，然后呢，怎么样懂得去培训趁钱赶紧给自己的孩子读足好的册生活教育、道德教育尬掉之后，让他一代接着一代呢都能够步上他们的后尘。这个跟国家的领导也是一样的搞经济，培植他自己的人民，教育他的人民。教育跟经济是这个国家前进的不二法门，也是最基本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都没有办法搞定，这个国家会很惨对不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没有办法搞定，那就饿肚子，那你就没办法。
马来西亚是一个由内需带动成长的经济体，虽然人口只有3200多万人，你知道它土地有多大哦？但是呢，民间的消费跟投资呢，却是经济成长最大的原动力哦。它将步上新加坡的后尘，成为东南亚经济持续强劲成长、开红盘的一个。这是我们这一趟来到的马来西亚。马新双城之旅哦，它这种促销团大部分的时间呢，不会在新加坡停留太久，毕竟呢，新加坡的消费啦、住宿啦、城市费用啦，还是来得比较高，所以一般来讲，在新加坡所逗留的时间都不太一样。所以下一次其实你可以很留意去看哦，马新双国之旅其实呢，很容易看得出来啊，你在新加坡待的时间越久，你会发现团费价格就越高，没有办法，因为它必须反映这个城市的经济嘛，哦。